他自责，他觉得是有人怀疑了自己的身份，从而抓住白浩魂去验证。他内疚，他觉得若不是自己粗心大意，自以为得势，也就不会忽略了对白浩魂的保护。他更是苦涩，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沉浸在炼火中，白浩也不会外出去换魂。我这弟子为我做了太多的事情，白小纯心底难受，所有的情绪此刻凝聚在一起后，白小纯的心岂能平静？他无法安心，他无法正常的呼吸，他无法去无视这一切。他知道今天这件事情很不寻常，可他现在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沉默中，白小纯立刻取出监察府的令牌，动用监察府的手段，去从那来自葵黄城的这几个月来的无数条信息中去寻找有用的线索。可任凭他如何寻找，到了最后，却苦涩地发现，监察府那平日里似无所不包的情报，对于此事竟没有哪怕半点痕迹被找出。毕竟监察府的手段，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后才能有线索，而眼下白浩刚刚失踪，就算监察府真的有线索，怕是也要等一段时间后才可被一条条汇报上来。可这个时间，白小纯等不起。他知道现在的白浩，可以说每一息都有致命的危险，早一刻找到，才更有可能将其救下；迟一刻，则可能悔恨终生。焦急发狂中，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取出传音玉简。自成为了监察使后，首次的他主动去联系巨鬼王。之前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身为监察使，与巨鬼王联系，对于他们双方都有不利，但心中与巨鬼王的交情从来没变。可眼下，白小纯顾不了那么多，他不在乎了。今天的事情太过诡异，白小纯想不出对方到底动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留下哪怕一丝线索。此事他需要去借助巨鬼王其半神的修为与经验。此刻的巨鬼城王殿内，巨鬼王正与那陈家族长的夫人饮酒，笑谈中，他眉头微微皱起，沉吟一番，这才取出了玉简。这不是监察使白浩白大人吗？怎么今天想到本王了？有事快说，有屁快放。巨鬼王哼了一声，向着玉简传音：王爷，我遇到麻烦了。白小纯声音中的沙哑与蕴含的那一丝疯狂传入巨鬼王耳中后，巨鬼王一愣，神色也都严肃起来。兔崽子，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仔细说。巨鬼王沉声传音。渐渐的，他听着白小纯的描述后，他的眼中露出精芒，更是整个人隐隐散出滔天的威压，慢慢的站起了身，一步走出，到了王殿顶层的平台上。目露沉吟，半晌之后，他传音白小纯，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丝毫波动，没有半点线索，这三个没有，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本身已经说出了答案。有半神出手了，大天师的可能性最小，毕竟若他想动你，不必如此麻烦，轻而易举。可那里毕竟是葵黄城，所以能做到天衣无缝，仅仅是一个半神还不够，还需要多个家族联合在一起，如此才可瞒天过海，没有任何线索露出。白浩，你得罪的人太多，此事就算是老夫也都猜不出来。不过你此刻做的越多，错就越多，你是个聪明人号，回来吧，别在那漩涡里了，回去鬼城，我看谁敢在老夫面前算计你。巨鬼王叹了口气，缓缓传音。从始至终，他都没问白小纯那个魂仆真的这么重要吗？更没有问魂的身份，他不想问，也不愿知道答案，只愿糊涂一下就好。巨鬼王的话语让白小纯内心升起温暖，可他知道自己一旦回去，就等于是满朝文武的仇恨拉到了巨鬼王的身上。巨鬼王如此待他，他不能这么做。况且白浩的失踪，他不愿也绝不能忍下。他的眼睛内杀意越发浓郁，他的四周冰寒气息也更为彻骨。浩儿，坚持住，不管掀起多么大的风暴，为师也一定找到你。白小纯在心里于那疯狂中用最后一丝柔和轻声低语，而柔和化作了誓言后，他的心里剩下的已都是冰寒。那所有的冰寒在这一瞬凝聚出了另一句话，在他的心神内咆哮而起。而这件事，不管是谁做的，哪怕是半神，我都要想尽一切办法灭其全族。白小纯蓦然抬头，没有迟疑，一晃飞出，身后尸鬼大军还有周一星也都立刻跟随。而白小纯所去的方向正是皇宫所在。这件事情，整个葵黄城内只有一个人能决定所有，此人就是大天师。哪怕白小纯知道，如今的大天师其心态或许已经改变，哪怕白小纯也都意识到自己这监察府的存在似乎也都有些鸡肋，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没有别的办法。大天师之前对我很是不错，或许这一切都是我想错了，他老人家并没有鸟尽弓藏的想法。白小纯目中一片血色，心底不断安慰着自己，速度爆发越来越快，轰鸣中化作长虹，到了皇宫后留下大量尸魁等候，只带着贴身保护自己的准天人尸魁直奔天师殿。而此刻，从白小纯与白浩的联系被斩断，直至如今，时间上也只是过去了不到1个时辰。这里面大部分时间还都是尸魁的搜查所耗，可以说白小纯处理的速度之快，已经是用了全力。天师殿内如今并非只有大天师一人，
当白小纯到来时，他看到有8人正站在大天师前方，神色恭敬，正低声说着什么。这8人里，天宫有2位，一个是陈好松，另一个则是留着美髯的中年男子。这2人身后还有6位天侯。大天师，通天区域宗门这1年来动作频繁，四方长城也记事更多。根据多方线索，甚至暗子的打探，我相信通天岛的那位天尊正在酝酿一场千年不遇的征战。说话之人不是陈好松，而是那位有着美髯的中年天宫。白小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天师殿外求见。美髯天宫言辞一顿，侧头看向得到了大天师同意，从而踏入天师殿，站在一旁，双目血色毫无掩饰的白小纯收回目光，继续向着大天师开口。虽4位天王有镇守边疆防线的使命，他们的威压也可以作为震慑，但我还是建议要加大对于四方长城的警惕，而卑职也愿意请战去镇守北部长城外的防线。大天师没有开口，而是目光看了看白小纯，注意到了白小纯那身上与往日截然不同的煞气，还有那目中清晰无比的赤血之意，眉头微微一皱。第786集大天师，卑职有一计，此事稍后再议。大天师收回看向白小纯的目光，淡淡开口。美髯天宫闻言沉默，目光扫了眼陈好松，不再说话。天师殿内很快就安静下来，白小纯也抬起头，深吸口气，正要开口时，大天师的声音回荡：“陈天宫，你也是为了长城而来？”大天师的目光看向陈好松，陈好松神色如常，走出几步，向着大天师抱拳一拜：“大天师，长城之事迫在眉睫，稍有意外，必定引起蛮荒动荡。臣也认为，应加固防线，同时还需派遣更多魂修以及炼魂师前往防线镇守。不过此事需要大量的魂药以及资源，作为军费支撑，还请大天师恩准。而臣也请愿亲自前往督战。”陈好松声音坚定，说完再次一拜。连续2位天宫开口，就算是大天师也都不得不慎重一些。陈英中问了一句：“需要多少资源？”魂药81枚，各类修行以及阵法材料资源需准备100万份左右。如此一来，臣必定让那通天河修士难入我蛮荒半步。陈好松毫不迟疑，立刻开口。大天师目中渐渐深邃起来，面无表情，唯独右手食指在那天示意的扶手上慢慢的敲动，心中升起恼怒。仅仅是加固防线，居然就需要如此多的资源，明显超出了正常所需。可他也无奈，实在是这满朝文武，就算是对自己忠心耿耿，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希望延续各自家族永久的辉煌，所以任何一次出战，消耗都极大。且此事已成惯例，延续至今，大天师也不好去斩断众人财路。天师殿内再次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白小纯也看出了大天师所想，不外乎是觉得军费资源过多，若是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也会被那军费震惊。可眼下他心中焦急白浩，无暇多想，实在是时间每拖延一刻，白浩的危机就大了不少。而眼下殿中讨论的事情，在白小纯看来，对于大天师来说，显然都比自己即将要恳求之事大了太多。白小纯没办法插嘴说出自己的事情，若强行说出，怕是反而会起反效果。此刻备受煎熬中，不禁患得患失。他只希望殿内众人尽快讨论完毕，自己也好能开口，请大天师相助。种种思绪在白小纯脑海翻腾，在那担心焦急中，他没有注意到大天师的目光，不知何时已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大天师看出了白小纯的心不在焉，也看出了白小纯心中必定有什么焦急之事。他双目微微一闪，神色露出不悦：“白浩，你从到来后，你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莫非你监察府又掌握了什么证据？”这话语一出，陈好松等人纷纷内心一动，也都看向白小纯。白小纯呼吸停滞了一下，抬头望着大天师，他看到了对方神色上很是明显的不悦，这不悦之意让他内心存在的认为大天师或许不会对自己有鸟尽弓藏想法的判断，瞬间就坍塌了一半，内心微凉。这种态度与之前相差太多，可此刻焦急，他只能带着仅剩的一丝侥幸，硬着头皮开口：“大天师，不是监察府的事情，而是卑职白小纯。”话语刚说到这里，大天师那里一摆手，淡淡开口打断了白小纯：“既然不是监察府的事情，那就不要说了。”这句话如同雷霆，轰然间就让白小纯脑海嗡鸣起来，他的呼吸立刻就有些急促，望着大天师，内心犯苦，仅剩下的一丝侥幸也都随着这句话彻底崩溃。大天师的态度变化之大，他虽早有预料，可此时还是觉得心底冰冷。就算真的要将我推出，也没必要如此明显吧。白小纯心底冷笑，他明白白浩的事情，想要寻求大天师的帮助，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与此同时，这句话也让陈好松与美髯天宫目光微闪，彼此微不可察的相互看了看后，都若有所思。尤其是陈好松，嘴角隐隐有一丝冷笑。今天的事情，在他看来已经很明显了，这是大天师刻意的去释放出一个信号，毕竟鸟已尽，弓已无用了。
至于那6个天侯，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低头时余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心底大都冷笑。这一幕，他们不意外。实际上，关于鸟尽弓藏的猜测，于葵皇朝的权贵中都有共识。他们太了解大天师了，也很明白，如今的白小纯，他如同是在汹涌的大浪之中的孤舟，随时都可以被掀翻淹没。而今天的这一幕，更是说明了这一点。这白浩的好日子到头了，此人的下场，怕是与上一代监察使黑明截然不同，就看他识不识抬举了。若聪明的自动卸职，大天师或许还会放弃一条活路；可若依旧担任监察使，他就死定了。哼，就算是他卸职，大天师会放他，可他得罪的人太多了，满朝文武谁都想杀他。一旦他没了监察使的身份，必死无疑。种种思绪在殿内众人心神内浮现，一个个虽看似如常，可那心中的冷厉之意，白小纯就算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也心知肚明。白小纯的气息也慢慢开始波动，他的双目赤色更浓。白浩失踪引起的焦急与担心，身份暴露的危险以及生死危机，还有大天师那毫不留情的态度转变，以及这四周众人那冷漠的气息，一切的一切都压得白小纯喘不过气来，更是让他因白浩失踪而升起的疯狂也都越发狂暴。他可以想象得到，大天师今天的这一幕将会在很短的时间传遍整个葵皇城内，使得无数权贵知晓，从而对自己这里忌惮之意骤减，同时无数的试探与挑衅也会不断的发生，直至累积到一起后，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甚至此刻的白小纯也都意识到了，之所以有人敢动白浩，无论是什么原因，也都是因猜到了大天师鸟尽弓藏的想法，所以才敢无视自己监察使的身份。如果这一现象不去改变，那么那掳走白浩之人听说此事后，怕是会更肆无忌惮。白浩那儿将陷入绝境的同时，自己这里也一样危机四伏。他明白，想要救白浩，首先要让自己的地位更为稳固，自己的权势更为滔天，也只有那个时候，掳走白浩之人才会忌惮强烈。而白小纯这里也将有更大的势力去发动一切，查出端倪。而这一切都绕不过大天师。不管白小纯怎么做，他都必须要让大天师那里暂时打消抛掉弃子的想法，同时还要对自己这里更为倚重。只有这样，一切才有机会。这是你们逼我的。白小纯咬着牙红着眼，身体微微颤抖，已有豁出去，甚至掀桌子的冲动。当初他刚刚担任监察使之时，白浩曾给他出过一计，这个计策是建立在白浩对大天师心态的猜测上，而这猜测如今看来似乎也很正确，只是白小纯之前觉得此计太过狠辣。如果说现在的满朝权贵对白小纯的杀机只是一时，白小纯若能躲过去，躲个几十年后，或许就会慢慢遗忘。可一旦按照白浩的计策，那么整个蛮荒的权贵将终其一生对白小纯这里的恨刻骨铭心，深烙于魂。所以白小纯当时迟疑，可眼下他想要重新获得大天师的看重，想要找到白浩，他自己一个人做不到，而他更不能将希望放在已经有了过河拆桥之意的大天师身上，故而他需要整个葵皇朝内每一个权贵的家族里都有大量族人作为自己的案子，给自己传递消息。他要知道每一个家族内近乎所有的事情，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抽丝剥茧，找出是谁出手掳走了白浩。想到这里，白小纯深吸口气，双眼透出红芒，猛地抬头看向大天师时，他上前一步，抱拳深深一拜，声音带着冰寒，带着决然，森森开口：“大天师卑职来此，是有一计，来解大天师心结。”第787集庶子毒计。白小纯话语一出，天师殿内众人纷纷目光微凝，那6位天侯也是心头一惊，实在是白小纯在他们的感受中歹毒无比，哪怕几乎要沦为没有了牙齿的老虎，可依旧让他们有些不安。陈好松与美髯天宫神色看不出喜怒，但心跳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一些。大天师侧头，目光重新落在白小纯身上，对于自己要将对方当弃子推出去的想法，他没有半点愧疚。对他来说，这天地间无人不是棋子，所有人只分为有价值以及没有价值这两种。曾经的白小纯有价值，而如今的白小纯没有了他想要的价值。不过他也没打算处死白小纯，对他而言，白小纯就算再没有了价值，可实际上无论是其真正的身份，还是明皇的看重，又或者与巨鬼王的关系，都是可以让他再次敲出价值的地方。尤其是此刻对方开口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语，这就让大天师立时升起了兴趣。他忘不掉当初也是在这里白小纯说出的那发生在祭祖之日的第一计。大天师卑职这一计不可让太多不相干的人听到。白小纯望着大天师沉声开口。大天师笑了笑，一挥手，立刻那6个天侯，他们还没等反应过来，身体就瞬间模糊，刹那消失无影，出现时都在了皇宫外。一个个都面色难看，相互看了看后，低声冷哼起来：“虚张声势而已。这白浩看来是不死心。哼，垂死挣扎，他越是如此，
就倒霉的越快。在这6人冷哼时，天师殿内大天师神色如常，依旧淡淡开口：“你可以说了。”此刻的天师殿中，除了白小纯与大天师外，就只剩下了陈好松与那位美髯天公二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白小纯目光微闪，眼看大天师居然把这2位留下，他内心一动，此刻已彻底明白，这2位必定是大天师的心腹了。没想到这陈好松居然是大天师的心腹。白小纯眉头微微一皱，想起曾经与陈好松的一些事情后，还是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但如今他没心情去思索这件事情，此刻轻吸口气，看着大天师缓缓开口：“陈天公方才所言，卑职不认同。”白小纯话语一出，大天师双目一闪，陈好松与美髯天公也都立刻目光锐利几分。按照我朝的传统，108天侯、10大天公、4大天王这些爵位都是固定的，被把持在这100多个家族手中，世袭罔替。上一代天侯陨落后，除非是被灭全族，又或者是遇到极端的情况，否则的话，几乎不会有外人晋升上来，而是会从其家族内选择其嫡系族人成为下一代的天侯。白小纯声音冰寒，目中的血光内也都蕴着冷酷。这一刻的他已经豁出去了，他不知道谁掳走了白皓，他的怀疑对象是所有人，哪怕短时间内其家族内的继承人还没有达到修为的标准，可也依旧会有爵位保留，直至等待其家族的继承人达到标准的那一天。白小纯没有停顿，再次传出话语：“所以每个家族内的天侯都会早早从嫡系中选出传人，重点培养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天侯是这样，天公更是这样，还有4大天王也都如此。”白小纯言辞斩钉截铁，大天师若有所思，露出聆听之意，显然是对白小纯接下来的话语大感兴趣。而陈好松与美髯天公2人则是皱起眉头，仅仅是听了这些，他们有些搞不清白小纯到底要说什么。而这种我朝的传统，也造就了这100多个家族几乎是长久不衰，越来越强盛的同时，累积了不说富可敌国，可却一样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就是底蕴，也是底气，如同祸根，若没有意外也就罢了，一旦出现意外，他们转身就可抱起，自成一国。甚至如有一天葵皇朝出现了大的变故，这100多个家族直接就能成为诸侯。他们的底蕴太深，他们的底气太足。白小纯袖子一甩，大声开口，语速也加快了一些，气势颇盛：“闭嘴，一派胡言！”陈好松那里此刻猛地明悟，骤然开口，眼中更有冰寒：“天侯也好，天公也罢，除非是4大天王，否则的话，任何一个家族的消耗都是极大。要培养族人，要让族人保持足够的战力，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如你所说，是为了抱起独立，而是为了我葵皇朝的底蕴。为了维持底蕴，为了增强战力，家族的消耗之大，岂是你所能知晓？”陈好松声音严厉，在他看来，白小纯的这番话语极为危险。“我不知晓。”白小纯猛地看向打断了自己话语的陈好松，他虽怕死，他虽胆小，可如今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这整个葵皇朝，怕是能比我还知晓的人不多了。陈天公，你可抄过家？你可知道白某这段日子抄了多少家？你可知道抄家之后我都看到了多少财富，何等底蕴？我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白某一共抄了18家天侯。我更是告诉你，任何一个天侯家族内被我抄出的财富之多，的的确确惊天动地。李家藏有10亿魂药，有魂场279处，更有没开启的大型法阵上千座。而那陈家更是惊人，仅仅魂药就有近乎20亿之多，赶得上方才陈天公所说的近30%军费了。多少族人去吸收修炼才能耗费完？我还告诉你，那位被我第3波抄家的孙道天侯，其家族内竟有司弩100万，阵法材料数十万份。除此之外，公孙家更有魂雷1000万颗，一旦全部爆开，小半个葵皇城都要坍塌。一个天侯家族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天宫了。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我闭嘴，而是你住口！白小纯大吼一声，话语轰鸣回荡。陈好松胸口起伏，死死地盯着白小纯，一时竟无法反驳。至于大天师，他一言不发，可坐在那里看向白小纯时，目中越发明亮。白皓就算是这些天侯家族底蕴深厚，可葵皇朝之所以强悍，让天尊也都难以攻入，就是因为我们的民风彪悍，我们的继承者有了这些资源，才可以一代代维护我葵皇朝的荣光，使得天侯始终有108，天宫也是始终10位，天王如是。你不能因为刀的锋利，从而就要将其磨钝吧？说话的不是陈好松，而是那位美髯天公。当然不是。白小纯一摆手，不去理会2位天公，而是看向大天师。我认为这世间一切事情，公平是最重要的原则，公平才是维持皇朝发展的根本，公平才是让一个皇朝保持战力的基础。为什么这些家族内只有被天侯看中的子嗣能获得绝大多数的资源，
而其他人则远远不如，这对其他子嗣，对那些庶出的族人不公平。为什么天侯归墟后，只有其认可的继承人才能世袭爵位，掌控家族的财富？这对其他的嫡系族人以及庶出的子嗣不公平。所以，我建议将所有权贵的家族财富平均的划分，让所有子嗣，不管嫡系与否，不管是否庶出，每个人都拥有继承的权利，每个人都拥有获得财富的权利。天侯、天公、天王他们的财富以及资源，平均分给所有子嗣，这才是恩惠众生，这才是降恩子民，这样我葵皇朝才能更强大。我希望出现的不是108天侯，我希望出现的是更多的天侯，更多的天公。同时，这也会让无数的人对大天师这里欢呼无尽，感激一生，誓死效忠。白小纯大袖一甩，声音如霹雳，在这天师殿内，于大天师以及陈好松与美髯天公耳边轰轰炸开。这是毒计。第788集重恩令。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毒计，其毒辣的程度让人心惊，令人发指，让陈好松这里内心如炸响10万天雷，轰鸣不断，面色更是瞬间大变，身体都有了刹那的摇晃。大天师，此事不可！陈好松心都哆嗦了，他家族的子嗣有不少，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法，他可以预见到自己的家族必定分崩离析，直接4分5裂，甚至这件事情都很难引起反抗与对大天师的叛乱，因为所有的财富大天师没有拿走丝毫，因为每个家族的内部自己就大乱了，到时候必定有太多人会不顾一切的支持，这等于是将一个家族活生生的分割成为数十个家族。一旦如此，将再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够做大，甚至若是持续下去，那么若干年后是什么样子，陈好松都不敢去想。这白浩歹毒到了极致，他怎么不去死？陈好松都要抓狂了，心底咆哮咒骂：这何止是毒计，这根本就是抄家的延续。这一次不是白小纯一个人去抄家，而是所有权贵家族内部的4分5裂，是其家族内除了继承人外的所有子嗣，他们的一次抄家。这根本就是白小纯将刀子递送给了所有家族的庶子以及非继承人的嫡系，让他们举起屠刀挥向自身的家族。且此事刁钻的也正是这一点，这是让所有权贵家族内部大乱，偏偏造反作乱的不是外人，而是他们的子嗣。如此一来，必定可让每一个当权者都焦头烂额，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毕竟那些子嗣都是他们的血脉延续，这种内乱，他们除非是自己杀光所有血脉，否则的话根本就无法解决。而同样的，这也是那些嫡系却非继承人以及庶出子嗣的一场疯狂的盛宴。按照之前的传统，他们虽有超出常人的修炼资源，可与继承人比较，差距如天地，而家族的财富与他们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联。可现在不一样了，所有人都平均分配，继承人也好，嫡系也罢，还有庶出，所有人获得的都是一样的家族财产与资源，平均划分。他们岂能不疯狂？岂能不热衷？岂能不狂喜？而倒霉的却是那些被钦定的家族继承人，各自家族的下一代侯爷，他们的损失之大，如同天灾。这一切直接就毁了他们的未来，毁了他们的一切。可以想象，他们对于献上这个计策的白小纯，其恨意之深，要比现在强烈无数倍，恨到透骨入髓。同样，对于那些当权者，他们更是如坠冰窟。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被这么划分，那么这一辈子累积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家族被分裂，又如何能辉煌延续？那些当权者眼看着自己家族分崩离析，眼睁睁看着自己选择的继承人与所有子嗣争斗，他们偏偏还无法阻止。其心中对白小纯的恨意必定滔天，恨不能饮其血，食其肉，拆其骨。之前白小纯的刀只是单独刺向某个人，众人只是觉得危险，所以想要灭去。可现在白小纯是将刀全范围、全方面的刺向所有人，这就是疯狗。美髯天宫也都凉气吸到心寒，身体都震动起来。他虽心向大天师，可一想到这计策的狠辣，他都觉得眼前这个白小纯实在是太可怕。大天师，此事的确不可。想到这里，他硬着头皮也立刻向着大天师抱拳一拜。大天师坐在天师椅上，罕见的他的呼吸有了一丝不稳，他的胸口起伏，他看向白小纯的双眼露出强烈到了极致的光芒，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出的计策居然是这种方法，这简直是将前前后后都诉说的极为详细了，对自己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坏处，而好处之大无法形容，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赫赫阳谋。虽不是直接解决了军费庞大的问题，可却更妙，直指本源般，断了满朝文武贪财的源头。同时，哪怕他们再贪婪，收获的所有也都要平均分配出去，壮大的是整个葵皇朝的实力。而这些被壮大之人，也必然对让他们获得了一切的自己感恩戴德，对自己反哺，因为支持大天师就是支持他们自己。同时，
这更是永久的防止了某个家族日益强大后出现撼动自己权势地位的情况。大天师目中明亮，他之前之所以觉得白小纯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了，正是因他的杀戮已完全的威慑了满朝文武，魁皇不得不闭关，使得他权势再次达到巅峰。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抄家送来的那些财富也都被他看在眼里，他自然也看出了白小纯的想法，原本内心就有的一些思绪被那些磅礴的财富也都勾了起来。他也觉得这些世袭延续的家族内底蕴似乎太深了一些，可大天师同样明白，除非是那种极端的情况，自己出手灭了18个天侯，威慑整个蛮荒，否则的话，换了其他时候，他这么做的后果将是众叛亲离。甚至就算是这一次18个天侯已经是碰到了底线，他若是继续灭杀，一样会物极必反，引起所有人的疯狂。所以他不得不停下的同时，也在考虑将白小纯推出去，平息众人怨怒。可如今白小纯给他出的这个计策实在是太完美了，完美到他不需付出丝毫风险，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将整个权贵的家族全部分化割裂。而且此事也很难引起那种众叛亲离般的倒戈相向，因为有太多的人将会对此事欢呼振奋。如白小纯所说，那些人将感激自己一生，也必须要去感激，要去支持自己，因为支持大天师就是支持保护他们自己的收获。即便真的有个别极端情况，大天师相信自己也能将其化解。想到这里，大天师看向白小纯时，心中的赞赏极为强烈，觉得自己之前鸟尽弓藏的想法很是不妥。此时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根本就是难得的人才，既可杀戮，又能办事，还能出谋划策。他的心跳也都不由得加速起来，内心狂喜已不加掩饰，此刻更是大笑起来。这笑声传入陈好松以及美髯天宫的耳中，让他二人内心立刻震动惊骇。大天师，此事不可呀，还请大天师三思。而白小纯在说完后，看都不看陈好松与美髯天宫，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大天师那里，看着大天师的赞赏。听到大天师的笑声后，白小纯心下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明白，这一次自己化解了危机的同时，也将再次拥有权柄，甚至这一次将远远的超越之前，巅峰之后再攀新高。可他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的兴奋与激动，反倒是冰寒一片，使得其双眼内也都煞气更多。号一定坚持住，福降众生，恩泽天下。凡荒朝之家，不分长幼嫡庶，君承家产，称其为众恩令，也都毫不为过。大天师笑声中根本就没去理会陈好松与美髯天宫，向着白小纯笑道：“此事对我魁皇朝好处太大，老夫身为大天师，也将支持，从我天师府内开始执行，随后推及整个皇朝，无论天侯、天宫，乃至天王，都要如此。”大天师哈哈大笑，笑声越来越高，甚至都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白浩听旨。大天师大手一挥，卑职在。白小纯深吸口气，声音坚定无比：“与你监察使，从此掌5000军，负责推动众恩令的执行。退下吧。”大天师说完，袖子一甩，立刻白小纯的身影连同陈好松瞬间模糊，消失在了天师殿内。整个天师殿中，此刻就只剩下了那位美髯天宫。他皱着眉头，内心苦涩叹息中，知道此事怕是已无法改变，实在是白小纯的计策对于大天师而言太过适合。他暗叹一声，上前几步，再次抱拳：“大天师，此子留不得了，他根本就是一把毒刃，六亲不认，狠辣惊人。先是祭祖之变，又是肢解权贵，就算是我，也都心中升起寒意，实在是太狠了。况且此子的身份可疑，极有可能就是那位白小纯，他的用心歹毒无比。”美髯天宫声音带着坚决，他实在是被白小纯的计策吓到了。偏偏此事还注定会有太多的人认同。那些庶子以及没有继承权的嫡系一定狂喜感恩，唯独最受伤害的就是那些平日高高在上的世子。而这些天骄与白浩之间过节最深，他这是借刀杀人。第789集银甲尸魁，这何止是借刀杀人，他这是疯狂了，要去找到他的魂仆。大天师微微一笑，目中露出深邃。魂仆？美髯天宫一愣，有人在方才掳走了他的魂仆，出手之人很了解老夫的习性，竟让我也都察觉晚了一些，无声无息，近乎没有丝毫痕迹的将白浩的魂仆掳走。大天师淡淡开口时，那位美髯天宫吃了一惊：“你去查一下，此事是谁做的？”大天师明白，那些人是看准了自己不会为白浩出头。实际上，在白小纯的计策没出之前，他的确是这么打算的。可眼下他有些犹豫，能在魁皇城内做出如此事情，怕只有那4位中的某位出手，才可做到了。此事卑职立刻去查。美髯天宫迟疑了一下，又道：“不过那白浩计策歹毒，此子留不得。你只看其一，没看其二。巨鬼王只有一个女儿，这白浩此计对巨鬼王而言将毫无影响。
而能在如此计策中还照顾到巨鬼王，可以看出此子是知道感恩的。他若是没有任何感恩之心，我反倒不敢用他；而他知道感恩，那么巨鬼王能给的，老夫一样加倍给他。大天师微微一笑，神情蕴含睿智。他跟着巨鬼王前途有限，可跟着老夫前途无量。他的确是一把毒刃，可重点是刀柄握在谁的手中，巨鬼王没这个资格。整个蛮荒只有老夫有这个资格。巨鬼王不是给了他周子墨吗？他喜欢陈曼瑶，若他顺利推动此事执行，那么老夫可以把陈曼瑶赏赐给他，更是收他为义子。大天师抬起头，声音不算响亮，可却有种不容置疑的意味，让美然天宫内心一震，不再反驳，低头称是。此刻的白小纯出现在了皇宫外，他的面色阴冷，目中露出寒芒，整个人煞气弥漫，似乎那种疯狂已经在他的体内凝聚到了极致，仿佛随时可以爆发杀人。他一个意念散出后，立刻尸鬼大军就呼啸而来，周一星也胆颤心惊的来临，一路跟着沉默不语的白小纯，众人直奔监察府而去。白小纯速度极快，没过多久就带着3000尸鬼回到了监察府，没有降临，而是在监察府的半空中。白小纯取出监察府的令牌，神识蓦然融入其内，目露其芒，脑海瞬间浮现画面。在那画面里，监察府的地底9万多口棺椁，清晰无比，散出阵阵阴寒的气息，似在等待白小纯的召唤。没有迟疑，白小纯立刻就神识横扫，在那9万多口棺椁上一一掠过，点出了2000口后，说出了2个字：苏醒。轰轰轰轰，巨大的声响立刻惊天动地，让苍穹色变，让大地颤抖。附近区域居住的魁皇城魂修全部都感受到了监察府那里传来的强烈波动。监察府又出什么事情了？那里起了黑云？天啊，居然再次出现了棺材！这怎么可能？不是都在传这白浩已经自身危险了吗？四周传来哗然惊呼之声，不少人飞出后更是看到了监察府的方向。此刻黑云翻滚，煞气惊天，地面的震动不断强烈，一口口棺椁直接破开大地而起，呼啸中有的落在了地面上，可绝大多数都是漂浮在了监察府的半空中，在那环绕下，让所有看到之人都触目惊心。整整2000口棺椁爆发出撼天的气势，可这一切没有结束。很快的，那些棺椁的盖子就瞬间崩开，一具具穿着黑甲的尸鬼缓缓走出。尤其是在这2000口棺椁内，有那么5口很是特殊，通体花纹复杂不说，那最后1口就连棺材都不再是青铜，而是银色。轰鸣中，那4口花纹繁多的棺材内，赫然走出了4位身体高大魁梧、修为半步天人的黑甲尸鬼，而最惊人的，则是那银色的棺材中出现的，竟是一个穿着银甲的中年魂修。此人一样面无表情，一样身上寒意弥漫，可在他双眼开合的瞬间，却是让天空出现雷霆轰鸣，一股天人的波动直接从他身上骤然爆发。甚至在这爆发下，白小纯手中的令牌竟也震动了几下，似有一股桀骜不驯之意在那银色大汉身上散出。被这令牌察觉，在这天人波动的爆发下，这银甲大汉的煞气也瞬间冲天而起，这煞气之浓，竟凭着他一人之力，直接让这4周5000尸鬼纷纷颤抖，似无法承受。就连这5000尸鬼中那9个半步天人的黑甲，也都在这一瞬一样颤抖。可就在这时，忽然的，白小纯身边始终跟随的一具黑甲猛然抬起了头。这黑甲大汉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在抬头的一瞬，他的身上也爆发出了堪比天人的波动。这波动轰鸣惊天，竟与这银甲大汉勉强分庭抗衡。这一幕让4周所有看到之人全部吸气，一个个面色彻底大变。天哪，2具天人尸鬼，9具半步天人，近5000黑甲大军！该死的，之前谁说这白浩自身难保？这根本就是造谣，他不但没有自身难保，反倒权势更为滔天啊！这已经是达到了当初黑名监察使的程度了。5000尸鬼啊，如今的蛮荒，这股力量仅次于4大天王以及大天师了。可以说这白浩现在就是蛮荒的半神之下第一人啊！众人色变中纷纷取出玉简，快速的将这个消息立刻就传了出去。而此刻，白小纯站在监察府的半空中，看着针锋相对的2大尸鬼，目光越发冰冷。看出了这银甲大汉似不愿被自己驱使的样子，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或许还有心情调侃几句，换着方法来让这银甲大汉屈服，大不了就用令牌镇压。可眼下，白小纯心情压抑，那种疯狂已极为强烈。这银甲大汉的桀骜立刻就触到了白小纯的眉头，他眼中升起寒意，右手蓦然抬起，向着那银甲大汉一指。这一指之下，立刻他身边的准天人黑甲悍然冲出，4周的其他9具半步天人的黑甲也都刹那间煞气弥漫，直奔银甲大汉而去。没有结束，还有那5000尸鬼也都一个个瞬间抬头，嘶吼中全部出手，毫不留情地冲杀过去。
轰鸣之声震动天地，5000黑甲的出手，那银甲大汉就算是天人也都承受不住。只不过坚持了1炷香的时间，在轰鸣中，他的身体就被直接轰向大地。地面震动中，这银甲大汉气息波动极大，似还有一些不服气。可眼看天人黑甲以及所有尸魁再次神通凝聚的轰杀而来，他立刻身体一震，露出了臣服之意。白小纯这才袖子一甩，不再理会这些尸魁，一晃之下出现在了闭关的密室里。盘膝坐下后，闭上了双眼。他在等待，等仲恩令宣布的那一刻。他相信，用不到明天，怕是最多几个时辰，仲恩令就会扩散全城，继而横扫整个蛮荒所有权贵家族。而此刻，关于白小纯监察府内再多了2000尸魁的事情，也因监察府所在大区四周众人的亲眼目睹，从而传播开来。这消息的传播一样很快，没过多久，整个魁皇城的权贵纷纷听闻，一个个都神色大变。不对劲，出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如此？非但没有自身难保，反而凶焰高炽，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有种说不出来的危机感，要出大事。第790集恩令起。关于监察府内又一次出现尸魁黑甲，此事让无数关注之人都心神震动，尤其是那些权贵，更是一个个升起无限的诧异。没有道理，这白浩应该是陷入深坑泥沼之中，不可能抽出。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自行辞去监察使的身份，可如今他不但没有事，甚至权势更大。这一刻，魁皇城内因监察府之事波澜大起，所有知晓此事的权贵纷纷发动手段去打探原因，尤其是参与了掳走白浩的那些家族中的当权者，更是一个个心神狂震。他们的心中隐隐觉得此事很不对，但却想不出答案，可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只能带着猜测，默默等待，相信很快的，这一切就会水落石出。连带着那些与白小纯有矛盾的天骄们，也都一个个咬牙切齿。对于白小纯那里居然在这种情况下依旧还能死中求活，乃至权柄更重，心中怒意郁闷强烈无比。他怎么还没死？这白浩，这一定是他的虚张声势。这些天骄魂修，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各自家族中的嫡系族人，更是辈族中长辈，钦定为家族的继承人。平日里家族内大量的资源倾斜之下，使得他们的修为才可以达到如今的程度。在他们的家族中，也有大量的庶出以及虽是嫡系但却没有继承权的兄弟姐妹。相对于这些天骄而言，他们的兄弟姐妹就暗淡了不少，无论是修炼的资源还是修为，都有很大的差距。虽如此，可毕竟是大家族的子嗣，与寻常魂修比较，也是高高在上。只不过在家族内，这些庶出之人以及那些嫡系却没继承权的族人，都要围绕在各自家族的继承人身边，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资源的获取上得到更多。而整个蛮荒的权贵家族就是这样一代代传递下去，虽也偶尔会出现了一些叛族之人，可下场通常极为凄惨。此刻，赵家中赵东山得知此事后，将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一拳轰崩，随着树木化作碎块散落八方，有不少碎块砸在了这四周不少赵家的族人身上，可他们却不敢闪躲，只能默默站在那里。这里面有不少都是赵东山的兄弟姐妹，大都是庶出，在外面他们可以风光无限，可在家族里，在继承人赵东山面前，他们只能低头讨好。赵东山面色阴沉无比，目中露出不甘心。白浩，他咬牙切齿。对于白浩，他在忌惮的同时，更是嫉妒。对方从当年出现的那一刻，就把他踩在了脚下，一路从炼魂湖踩到了魁皇城。尤其是数月前白小纯的到来，逼得他不得不值晚辈里去拜见的一幕，更是让赵东山的怒意憎恨始终存在。此刻心中的杀机强烈，但他只能将这杀机压下。在白小纯没有彻底失势前，他不敢露出，实在是李天胜的下场，让他每次想起都觉得心头压抑。我就不信你能永远得势。赵东山心情很不好，一甩袖子，目光落在四周那些庶出的兄弟姐妹身上。他性格狂躁，自身又是家族的继承人，所以对于这些同辈族人一向霸道。此刻冷哼一声：“你们都上来，和我打一架。”他说着，一晃走出，直奔前方一个青年族人。那青年准确地说，应该是赵东山的弟弟。他面色一变，可却不敢拒绝，只能出手，可又岂能是赵东山的对手？轰鸣中，这青年就喷出鲜血，倒退而去。四周其他族人一个个面色变化，硬着头皮上前，一时之间砰砰声不断。很快的，这数十个赵家族人就纷纷喷着鲜血卷向远处。一群废物！赵东山宣泄内心的郁闷，他的话语让四周那些正擦去鲜血的族人面色苍白，心中更是升起隐怒，但却没办法，不敢露出丝毫，只能忍下。他们的隐忍，赵东山虽性格粗暴，可也知晓，但他不在意。他是家族的继承人，是下一代的天侯。那些族人就算心中再有怨怒，可也必然要在自己面前低头，更是不敢叛族。赵东山冷哼一声，正要继续出手宣泄自己对白小纯的郁闷，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远处有一道长虹向着这里呼啸而来。那长虹内是一个老者，这老者正是赵家的一个仆从。此刻其神色惊慌，整个人喘息如牛，似经历了大变，失魂落魄。随着飞来，他正要掠过赵东山所在之地，要飞去天侯塔。可赵东山本就心中憋屈，此刻眉头一皱：“孙福，你这急急匆匆的样子，成何体统？”老者似没有听到，眼看就要飞过。赵东山立刻不悦，右手抬起猛地一挥，轰鸣中，那老者在半空中全身一震，竟无法继续前行，更是被隔空轰击，嘴角溢出鲜血，整个人似此刻才苏醒过来。低头时，看到了下方面色阴冷的赵东山。少主，出大事了！老者声音颤抖，急促传出。外面都在传大天师将要下达法旨，颁布重恩令。此令的核心就是将各自家族的财富与资源平均分给所有子嗣，无论庶出还是嫡系，只要有家族血脉，都一视同仁。你说什么？赵东山只觉得五雷轰顶，身体猛地一震，无法置信的同时，更觉得荒谬无比。一步走出，于半空中一把抓住那老者，大吼一声：“这不是我说的！”外面都在传。老者哆嗦时，赵东山正要怒吼，可就在这时，有钟声突然从天空的皇宫内传来，声音回荡天际，传遍整个魁皇城。这来自皇宫的钟声每每响起，都代表要有大事发生。此刻，在这钟声回荡时，一个肃然的声音从天而降，随着钟声传遍全城：“始祖魁皇开创我朝，有言遗传，众生有灵，一视同仁。自今日起，皇朝自上而下，所有家族子嗣，无论庶出嫡系，都有对其家族财富与资源的继承权。皇朝盛世就此开启。”这声音庄严无比，所说的内容更是让所有听到之人都心惊神摇。赵东山呼吸陡然变得粗重，瞪着眼睛，露出不敢置信，身体颤抖中，只觉得整个天空似乎都一下子漆黑下来。他猛地低头看向下方地面上的那些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到的是这些人抬起的双目内原本的暗淡，此刻渐渐被一股火焰弥漫。那火焰赵东山熟悉，那是野心。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赵东山身体哆嗦，喃喃时，此刻的魁皇城内无数家族全部都陷入死寂中，那些天侯更是一个个面色大变，心神天雷炸开，轰鸣滔天，无法置信。这重恩令颠覆了皇朝，此事荒谬！大天师要干什么？该死！该死！这是谁出的主意？这个重恩令给我的感觉怎么与祭祖之日的毒计如出一辙？就在这整个魁皇城因这重恩令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滔天的非议动荡时，皇宫内立刻就传出大天师半神的威严，镇压全城。与此同时，更有5位天宫的气息也在这一瞬爆发出来，与大天师一起震慑全城。更是在这个时候，监察府内密室中，白小纯猛地抬起头，他的目中血丝密密麻麻，透着冰寒与疯狂，直接就站起了身，一步走出，出现时赫然在了监察府的半空中，全体尸溃，随白某监督重恩令的执行。白小纯大袖一甩，顿时监察府内隆隆之声传出，一道道尸溃飞出，刹那5000尸溃全部跟随在白小纯身后，煞气撼动苍穹。先从天侯家族开始。白小纯眼中寒芒一闪，当先飞去，第一个目标就是赵家。第791集，这白浩疯了！魁皇城内权贵家族在这一刻彻底震动，哪怕是有大天师以及5大天宫镇压，可也依旧有天侯以及天宫立刻就从家族内飞出，直奔皇宫，要去拜见大天师。这重恩令让所有人都清晰感受到了强烈的歹毒之意，他们更是瞬间就明悟了其可怕的程度，甚至也都意识到此事绝不能拖延，一旦拖延下去，其后果将无法想象。可就在这些天侯以及天宫联合在一起前往皇宫时，白小纯这里已经带着尸溃大军如出闸的猛虎一般悍然而出，直奔赵家而去。速度之快，在白小纯那疯狂中被展开到了极致。没多久，他就带着5000尸溃掀起惊天动地的黑色煞气漩涡，降临赵家。此刻的赵家看似平静，可实际上所有的庶出子嗣以及那些嫡系却没继承权的族人，每一个都心跳加速，被大天师的法旨震动的同时，也掀起了原本隐藏在心中，或许一辈子都无法显露出的野心。人人平等，人人平分，这一切所代表的美好，让所有人都呼吸急促，唯独颤抖愤怒的就是赵东山了。在他看来，那是属于他要去继承的家产，如今却因大天师的一道法令，居然变成了所有人去平分，这让他要发狂。可他不敢反抗大天师，只能将期望放在了如今与其他天侯联合在一起前往皇宫的父亲身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重恩令，这根本就是一个抄家令。赵东山咬牙切齿，他的目光多次看向家族内的那些庶子以及嫡系族人，双目内杀意弥漫。就在这赵家人心躁动、蠢蠢欲动之时，白小纯到来。他站在赵家半空中，面色阴冷，目中带着寒意。
内心的疯狂在交集中越来越强烈，身边5000尸魁形成的煞气漩涡轰鸣八方，让赵家所有人在看到后都内心一惊。可在心惊之后，却是有不少人目中出现闪烁之意，隐隐的竟对白小纯的出现有些期待起来。这与当初白小纯首次到来时完全不同。赵东山眼看白小纯的身影出现，面色一变，正要开口，可他还没等说话，白小纯冰冷的声音就蓦然的传遍整个赵家。大天师有旨，自今日起，皇朝颁布重恩令，一切王臣务必执行。而白某身为监察使，受大天师所命，监督一切家族执行重恩令。这话语一出，立刻整个赵家传来无数的吸气声，其内蕴含着激动之意，赫然都是那些庶出以及嫡系却没继承权的族人。他们的目中在这一刹那就露出强烈无比的光芒，而赵东山的面色却是瞬间大变，他猛地睁大了眼，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失声开口：“是你，该死的，是你！这毒计是你出的，所以你才能在大天师那里重获权势。”赵东山一下子就明白了所有，这一切不难猜测，实在是监察府刚掀波澜，重恩令就下达，稍微一琢磨就能明白究竟。白浩，你赵东山立刻就发狂起来，前仇新恨加在一起，让他直接就爆发了。可他爆发的不是时候，此刻的白小纯，他心中的疯狂已经化作了暴虐，稍微一碰就会爆开。白小纯眼中寒芒一闪，身体瞬间一步走出，刹那消失，出现时赫然就在了赵东山的身前，右手猛地抬起，没有任何迟疑，直接一拳轰出。这一拳似他在宣泄内心的怒火，打出后虚无震颤，空气爆裂。赵东山面色一变，立刻阻挡，可他在战力上与白小纯相差太多，轰鸣中赵东山喷出鲜血，身体被直接轰出100丈外，直接撞在了一处建筑上，那建筑立刻坍塌。四周的其他族人下意识的就要阻挡，可很快的就一个个目光微闪的停顿下来。白小纯看都不看众人一眼，脚步再次抬起，落下时直接就到了那坍塌的建筑中。赵东山刚挣扎的爬出，神色惊恐，眼看白小纯再次追来，他刚要后退，可白小纯的速度却是瞬间爆发，直接掀起一片音爆，出现时再次到了赵东山的面前，右手一把就将赵东山的脖子抓住，高高举起时修为轰入，将赵东山全身封印。是不是你干的？白小纯眼中寒冷，如同隆冬之雪，盯着赵东山，那目中寒冷内透出的狂暴，似要看透赵东山的所有秘密，让赵东山内心哆嗦，呼吸粗重惶急。你在说什么？你别冲动！赵东山立刻开口，下意识的就要挣扎，可任凭他如何挣扎，也都无法挣脱。更是在白小纯右手用力下，他目中露出恐惧，口中话语也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呜呜之声。他的头皮也都发麻，心神冰寒。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让他感受到了比以往强烈太多的生死危机。他疯了！该死的，这白浩疯了！赵东山内心颤抖，他觉得这一刻死亡前所未有的接近。白小纯看着赵东山半晌，慢慢闭上了眼。他在赵东山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其他。且白小纯知道，这赵东山性格鲁莽，若真的是他做的，或者是知道一些消息，此刻的目光绝非如此。不是他们白小纯内心焦躁，没有松开手，而是侧头，目光落在了赵家的那些族人身上，尤其是重点看向那些明显年轻一些，显然都是赵东山兄弟姐妹的那些人。重恩令一定会推动下去，白某就是监督此事，为的也是你们能公平公正的获得所有属于你们的那一份家产。此令负责的正是你等没有继承权的嫡系与庶出族人，所以你们如果不支持，受损的也只能是你们自己。而想要获得足额的家产，那么我就必须要知道你们的家里，甚至你们的爹、你们的长辈、你们的天侯，他们有多少家产，有多少资源。你们告诉我的越多，我记录的就越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你们平均分配后所拿到的是真正公平后的家产。在这推行重恩令中，白某有权送出奖励，所以你们中谁给我的消息最快最多，获得我支持的力度就最大。这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也都心知肚明，所以我要知道整个赵家所有的事情，要知道家产，有时候并非实物，一些情报、一些消息，隐秘或者多了什么人，这都有其价值，都算家产。白小纯一字一字开口，声音传遍四方。赵家内所有听到这番话语的族人，一个个都激动，振奋中呼吸急促，眼睛内慢慢露出贪婪的光芒。他们的心中此刻掀起巨浪，滔天翻腾，更有野心不断的迸发，甚至还有一些整个人都激动的要发狂起来。白小纯的话语，他们认同，这重恩令的的确确就是福泽了他们。同样的，想要瓜分家产，也自然要算清楚家产有多少。至于家产具体数量，外人所知道的，自然绝不会有他们这些赵家族人更多。粗重的呼吸声不断的传出时，赵东山颤抖中，心底恐惧中也有慌乱。他一方面恐惧死亡，一方面则是有种整个家族要被瓜分，
而瓜分的都是属于他的家产之感。这种感觉让赵东山都要发狂。可修为被风声死在白小纯手中，他又只能忍下，心底的复杂，身体的颤抖已到了极致。白小纯目光扫过众人，看出了他们的心动，最终又看向赵东山，面无表情地将其扔向远处，砸在了另一处建筑上后，他转身一晃，带着5000尸魁，在无数疯狂热切的目光相送下，直奔远方，要去另一处天侯家族。随着白小纯远去，赵东山喘着粗气，从那坍塌的建筑中踉跄地走出时，他脚步忽然一顿，看到了四周所有熟悉的面孔，那些曾经的兄弟姐妹，此刻一个个如狼一般的目光。赵东山内心一颤，只觉得天空漆黑。完了，第792集满城风雨。白小纯发动的时间极为准确，正是大天师法旨传遍魁皇城，使得那些天侯全部心惊，联合在一起前往皇宫之时。这个时候，正是所有权贵家族的族人们心思最不稳，也是最摇晃的一刻。白小纯的出现，如同是一场风暴横扫，不但震慑了那些继承人，更是给了所有庶出以及嫡系却没继承权的人们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甚至可以说给了他们一个撕开野心的理由，一个在这之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希望。而白小纯也并非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他是心中焦急，不愿耽搁。石祭山就算是那些天侯没有离开，白小纯也一样会出手。他算是有2尊天人尸魁，9大半部天人黑甲，近5000元婴大汉，就算是天宫府，他都可以横扫，更不用说那些天侯府了。此刻他速度飞快，从赵家离开后，直接以赵家为原点，一路顺着各个大区，向着所有天侯家族飞去。90天侯，他们的家族分散在魁皇城内，几乎每个区里都至少有一家。白小纯的速度飞快，几乎是每到一家，只要有丝毫逆反之意，就立刻出手，直接将其继承人拿下。拿下后，他都会问一句：“是不是你干的？”这句话在问出时，他的杀意滔天，使得所有被他抓住的各家族继承人都心神狂震。只是哪怕到了最后，白小纯也都没有看出端倪，他的心情越发烦躁中，说出的话语也都渐渐肆无忌惮起来。他在每一个家族都会开口告诉这个家族的所有族人，庶出也好，嫡系也罢，在赵家的那番话语，从白小纯口中更为直接的表达后，吸气声此起彼伏。告诉我你们家族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你们家族所有的家产，告诉我你们家族所有的底蕴，还有你们家族的私兵异动，还有是否多了一些人，还有你们的长辈他们的奇怪举动，还有你们的天侯的所有行踪，这里面都有可能藏着秘密，藏着家产，藏着情报。所有的一切，你们告诉我的越多，你们分配的就越多，而告诉我最多的那一位，将获得我的支持。白小纯的这些话语，一遍又一遍的在不同的家族中说出。90个天侯家族，就算是以白小纯的速度，也都很难短时间一一说完。到了最后，他索性将5000尸魁分散去了余下的天侯家族中，按照白小纯的交代，说出这样的话语。与此同时，发生在魁皇城内各个天侯家的事情，也都飞速的传到了那些联合在一起，正在天师殿外等待天师召见的所有天侯耳中。他们心焦愤怒无比，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有不少人一跺脚，选择回家镇压，也有的则是咬牙坚持继续等待大天师的召见。可很快的，随着白小纯的不断的从一个又一个天侯家离开，那些天侯家族内的所有庶子以及嫡系，在那心动中，在野草般疯长的野心下，也都掀起了波澜。在这波澜下，天师殿外的依旧等待着的那些天侯，也都更为焦急。他们不断的传音，当知道自己的家族内所有子嗣都不同程度的疯狂后，他们的心中咯噔一声，心脏都骤紧起来。庶子白浩，这毒计就是他想出的！该死，该死，该死！